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今天这个小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样去修补破损的木窗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木窗看上去状态非常不错，没有任何的破损。这个下半部分今年被重新的油漆过。其实呢，就是在两个星期以前呢，在这个位置，实际上这个窗框呢出现了严重的腐蚀。这个木头呢，它是非常容易受到雨水的侵蚀的，因为木头它是有机的。可能有些网友会问，如果窗户变成这样了，是不是应该更换了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想给大家秀一下我为什么没有更换这个窗户。因为呢，这个窗户它腐蚀的部分是在这个外窗框。大家可以看到窗户这里是一个外窗框，这里是厚的玻璃的地方呢，它是内窗框。如果内窗框发生了严重腐蚀的话，那么就会影响到窗户的密封。这个怎么来判断？其实非常简单。这个窗户冬天的时候，这个双层玻璃中间会有很多水汽，这样呢就是一个迹象，就显示你这个窗户的密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就很显然可能你就需要更换了。那么我这个窗户呢，这个窗户内窗框的密封还非常好，我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水汽出现，在最近几年的冬天都没有这个问题。那么进屋呢，可以看到它窗户里面这种木头窗里面，保养的还非常的完美，几乎没有任何的损坏。所以呢，这种外窗框有一点结构性的腐蚀呢，那么这个是可以 fix 的。另外一个原因，我决定没有更换它呢，是因为这个呢是 original 的，是一个木窗。这个木窗实际上，由于这个房子接近40年了，是一个比较老的房子。基本上现在新盖的房子，都会选用vinyl 的窗户，因为木窗的成本比 vinyl 的要贵接近1倍。如果这个木窗可以继续使用的话，我仍然会做一些修补，让它能够 last 的时间长一点。另外呢，它所有的木窗的里面呢，它会显示出那种非常 nature 的那种木纹，这个呢也是非常美观的。木窗一个不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它有很多需要维护的工作你要做，例如说窗户的油漆，每2年你可能需要油漆一次。但是木窗呢，比 vinyl 的、比塑料的窗户呢是要耐用很多。一般塑料的窗户呢，15年到20年很可能就需要更换了，而且塑料窗户几乎是不能够修补的，因为塑料在阳光的这种照射之下呢，它会老化。塑料一旦变形，或者说变得更脆了以后呢，它就不密封了，所以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修补的。但是木头窗呢，首先呢，它的保暖性能非常好，因为它这个木框是完全实的，而不像塑料啊那些里面有可能是空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它非常的耐用，如果你维护良好的话，你经常油漆的话，它可以last50年。像这个窗户接近40年了，基本上这一个就是烂的严重一点，其他的有很多窗户还是非常好的。实际上呢，这些窗户呢都经过了一些修补，然后今年重新油漆过了，看上去状态还不错。那么我是怎么做的呢？首先呢，要用一些小铲子或者是小刀，把这种木框里面松动的部分都要把它去除掉，因为只有把这些腐烂的部分去除掉呢，才能腾出空间。这样呢，你可以填上一些修补它所需要的一些填充物。这个只要是你感觉到有些松动了，然后没有那么密实了，都可以把它去除掉。有时候这个洞显得大一点没有关系，都可以修补。那么用什么东西来修补呢？我以前呢是用一些就是 outdoor 用的一种 wood filler。这个呢
我现在也在继续用。如果说这个洞或者缝隙没那么大的话，你完全可以用这种wood filler。只不过呢，在它的包装上，你一定要确定这个是 outdoor 适用的 exterior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另外还有一种材料呢，就是户外用的一种石膏，叫 plaster， 白色的。这个呢也可以用来作为填充物。那么最近呢，我还发现了一个方法，这个呢，一般不那么普遍，但是我发现非常的实用，就是使用mortar， 就是砌砖用的这种砌砖用的这种 mortar， 水泥混沙子的这种复合物，用它来调一些水，把它调成膏状，这样呢。可以把它填到那个，如果是这个洞比较大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 mortar 把它填到那个里面去。这个 mortar 凝固了以后是非常非常结实的。然后你用这种 mortar 的时候呢，要注意，只用在这个洞的下半部分，因为 mortar 凝固了以后，你几乎不能打磨它，所以在靠近表面的部分，你还是要使用这种石膏或者是这种 wood filler 去来修补它，目的呢是为了这些 wood filler 和石膏都是非常容易打磨，这样呢可以恢复这个窗户原来的这种形状，你可以任意打磨成它原来的这种形状。如果你外层也用 mortar 来补的话呢，你就没有办法打磨了。像这个修补完的部分呢，基本上它是不会再腐烂的，因为它不是一种有机物，所以它没那么容易腐烂。这样呢，只要你每2-3年再刷一次漆的话，它又能 last 非常非常长的时间。用这种同样的办法，实际上你可以补任何的木结构的东西，例如说这种 deck， 或者这种木头的花槽。如果这个 deck 板上面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洞的话，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修补。可以用 mortar， 可以用plaster 石膏，或者是 wood filler， 然后补完以后呢，然后进行油漆。这个道理都是完全一样的。好，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解决了这个一些木窗局部腐烂的一个问题。那窗户呢，我的建议就是说，你不要急着更换，尤其是你 generally 你的窗户的状态还 OK， 只不过呢，有那么1-2扇窗户，由于它独特的位置，它有些地方就出现了一些破损。像这种情况，如果你靠 contractor 来的话呢，很有可能最后 end up 他就会 push 你换掉所有的窗户，因为记住，所有的 contractor 首先他是一个 sales， 所以他总会竭尽全力的去向你卖出更多的产品，这个是他们的首要的工作。这个换窗户，全屋的窗户换下来是非常非常贵的，可能要花几万块钱，而且呢。当然了，很多 contractor 他会 convince 你说你这个窗户的密封性、保暖性等等，也可以节省多少取暖的费用等等，但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去证实的。而且这种木头的老式的窗户，其实它的保暖性，至少就我的使用体验来说，我没有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或者 concern。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这个边缘这个胶有点老化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取下来，用刀把它取下来，然后重新打一些胶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容易一个 DIY 的一个项目。所以呢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如果你只有一扇窗户某一个部位产生了破损，你想换一面窗户的话，一般没有 contractor 愿意给你做这样的工作，因为一面窗户它也要来一次，然后也需要消耗相当多的人工，然后这样的话你算下来的话，换一面窗户的成本实际上是更加贵的，所以基本上很多 contractor 或者 sales 都会 push 你把所有窗户都换掉，所以有的时候 DIY 的一个好处就是增加自己对你自己生活的控制力。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问题很可能 end up 你要花几万块钱，这个就是经常容易发生的事情。
但是如果你有这种 DIY 的精神或者知识的话，你就会避免这种忽悠，你完全知道你应该做什么，这个就是控制你自己的生活。好，这期的小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，或者是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下面红色的订阅按钮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 miss 将来所有新的视频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转发点赞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